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肠道的推粪机已经公布，香蕉不再劣，建议多吃。护心防癌也在行，肠道垃圾一扫而光。大肠属于是粪便的一个处理器官，大肠接受到小肠消化吸收之后的食物残渣，再吸收其中的一些多余的水分，并且分泌一些粘液出现。大肠属于是食物残渣以及毒素聚集形成粪便的一个主要的地方。粪便形成之后，会通过直肠通过肛门排出到身体之外，而这也是属于是身体排出毒素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。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显示，目前全球大约有 6.8 亿人正在遭受着关于便秘的困扰，而我国的便秘人群更是能够达到3600多万人，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，便秘问题更是特别的常见的，大约能够高达 21.3%， 几乎10个人当中就有2个人是便秘患者。其实如果想要彻底的改善便秘，就需要从导致便秘的根源来进行入手。那么经常便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又该如何的调节呢？今天就带大家了解清楚。一、为什么会便秘？导致人们便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，比如久坐不动、饮水不足、缺乏粗纤维、火热内盛、阴虚阳亢等，这些问题都会容易带来便秘的现象。而在这其中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几乎都是便秘的主力军，这其中又以津亏肠燥、热病伤津为主。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，水不足以行舟，故结粪不下。热病耗损，津液无法濡润大肠，就需要增水行舟。二、经常便秘会引起肠癌吗？其实便秘这种问题并不会直接的诱发肠癌的出现，但是却可能会容易增加身体患肠癌的风险。因为便秘的人群平时排出的粪便是非常干硬的，这就会容易给肠壁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刺激，从而带来溃疡、炎症，导致细菌问题入侵，并且粪便当中含有的大量物质都会对身体带来了危害。这些物质长期和肠黏膜进行接触，就会容易增加身体患肠癌的风险。三、吃香蕉能够缓解便秘吗？便秘吃香蕉一般情况下是有一定作用的，因为香蕉当中含有着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能够促进肠液分泌以及加速肠胃的蠕动，这样就可以软化大便，并且可以有效的润肠通便。而香蕉当中还含有身体所必需的营养以及丰富的维生素，所以便秘患者适当的吃一点香蕉，确实能够给健康和润肠通便带来好处。与此同时，便秘人群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去口服乳果糖口服液等的药物进行相应的治疗。四、肠道推粪机已公布，香蕉不再劣，建议多吃，大肚腩或离你而去。一、萝卜。萝卜分为红萝卜和白萝卜之分，但是这两种萝卜都能够达到良好的润肠通便作用。大家平时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熟吃萝卜，并且萝卜当中还含有丰富的干扰素，能够达到抗病毒、抗癌的作用。萝卜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，效果特别好。如果大家出现了便秘的现象，平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萝卜，来改善自身的便秘问题。二、西梅。说到西梅，除了贵是缺点，其他是挺好的一个水果，尤其是对于有便秘烦恼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一个窜稀炸弹。不要对西梅有误解，它发生的通便作用的成分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膳食纤维，而是三梨糖醇。三梨糖醇通便并不需要很多，只要一点就够。它会在肠道里面形成高渗环境，这样一来，水分自然会被吸收过来。除了吸水作为一种碳水化合物，三梨糖醇还会被分解为气体，水加气，便便能不出来吗？而且三梨糖醇所具备的通便也没有什么副作用。西梅富含三梨糖醇，
凭借此优势，自然成为通便水果王，在欧美国家成为唯一的一个被写入医嘱的通便水果。只是它确实有点贵，属于被价格耽误通便前途的水果。有的人说，为什么我吃西梅并没有你说的那么能通便呢？不同的西梅三梨糖醇的含量不同，还有不同的人肠道接受能力不同，所以就会造成一些人吃几个就达到预期效果，有的人可能要10几颗都还没有动静。所以能不能买到三梨糖醇多的，完全看命。但如果吃得多，自然还是会通便的。3. 猕猴桃。猕猴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火龙果还要高，能够达到 2.6 至 3.4 克，都快要是香蕉的3倍了。美国胃肠病学杂志2021年6月发表过一篇最新的文章，绿柚猕猴桃作为慢性便秘的非处方疗法的有效性，认为每日吃2个有助于缓解便秘。膳食纤维能打，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含量也超级能打。维 C 含量最低的猕猴桃品种，轻轻松松就是柠檬橙子的2倍左右，含量高的品种能与维生素 C 之王的冬枣一战，甚至可能高出。吃1-2个的猕猴桃，排便问题解决了，还把1天的维生素 C 补充了，怎么看怎么划算。就是猕猴桃也有些贵。4. 红薯。作为粗粮的代表之一，红薯绝对是人们解决便秘的好东西，因为它本身含有的膳食纤维比较多，纤维素有促进肠道代谢的作用，吸水然后增加便便的体积，从而起到促进排便的作用。膳食纤维还能够吸附肠道中的有害物质以便排出，还可为益生菌增殖提供了能量和营养，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的环境，甚至可以预防结肠癌的发生。此外，红薯中还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维生素、果胶等等，是人们公认的长寿食品。中老年人3头2天吃一些，好处多。5. 火龙果。在众多的水果中，火龙果堪称是通便的小能手，这要得益于它丰富的膳食纤维。每100克的红心火龙果含 2.2 克的膳食纤维，而白心火龙果含 2.8 克，秒杀香蕉呀！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，在膳食纤维含量上，白色火龙果更胜一筹。所以如果你想要通便效果更强，可以选择白心的。当然，红心火龙果的含糖量更高，吃起来甜甜的，喜欢甜食的朋友可以选择红心的。但要提醒一下，火龙果虽然美味，但别贪多。一个中等大小的火龙果300克左右，热量就顶1碗的米饭。红心的更高，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更是要少吃。便秘和排便困难不是一天练成的，不仅仅只吃这些排便的食物，还要改变一些坏习惯。3个小习惯让你不能轻松拉屎。1. 有便意忍着。当有想要排便时，可能有的人会在忙其他的事情，觉得忍忍吧。比如2个排便的黄金时间，早晨有起立反射，会容易有便意，但你却因为急着上班拖延了。饭后会有胃肠道反射，尤其是早餐后，也会有比其他时间更有便意，但你却因为要小睡一回忍了回去。忍便久而久之，让身体不再有灵敏反应，因此也就所以了。2. 上厕所玩手机。有的人有便意，那不耽搁，立马去排，但是进了厕所却磨磨蹭蹭，不快速解决，反而抱了个手机，一拉就是半个小时，好像上厕所才是次要的，看手机才是正经。结果呢，身体久而久之也会对你有了意见，苦果以后自己尝。3. 吃的喝的不对。排的不顺利，还是要追溯到入口的东西。排便不畅的人，还是要注意改善平时自己的饮食习惯，多吃蔬菜，多喝水，粗细搭配。总之，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我们可以有效地改善便秘的问题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什么通便的好方法，欢迎您到留言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